盘点8种超危险的自然灾难，最严重的直接毁灭一座城。如果你遇到了，该如何自救？第一个，水龙卷。水龙卷是指出现在水面上的龙卷风，它的上端和雷雨云相连，下端又和水面相接，水以涡流的形式绕着轴心从水面旋转上升到天空。这种自然现象持续的时间比龙卷风还要长，强度也非常大，因此又被人称为风霸王。这种危险的自然现象很常见，在海上工作的人会经常看到这种龙卷风。不过因为水龙卷一般发生在海洋中，所以并不会对人类造成很大伤害。这种龙卷风一般分为晴天水龙卷和旋风水龙卷。晴天水龙卷不会到陆地上，因此它们只会伤害飞机或者水面上的船只，而旋风水龙卷要厉害一点，它们最开始是龙卷风，后来变成了水龙卷，这也代表着它们可以回到陆地上攻击人类。当它们来到陆地上时，会破坏地面上的建筑物，它的威力甚至是普通龙卷风的20倍，这也是为什么别人叫它超级龙卷风。第二，滑坡。这是一种很多人都知道的自然现象，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危险性有多大。滑坡其实是斜坡沿土体沿着贯通的剪切破坏面所发生的滑移地质现象。滑坡是世界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这种自然灾害多半是由其他自然现象引起的，像暴雨或者山洪。假如发生滑坡灾害附近有建筑物，那么建筑物也会被摧毁。在城镇内发生的滑坡通常会埋掉房屋，伤害人类和家畜，毁坏工厂、学校等一切设施，会造成停水、停电、停工。厉害点的滑坡甚至可以毁灭掉一个城镇。每年在中国就有50人死于这种自然灾害。滑坡常常给工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有时候发生滑坡事故，很多人没有马上离开危险地带，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灾难有多可怕。这是什么自然现象？居然比闪电还恐怖！这种现象又是怎么形成的呢？继续盘点世界8种危险自然现象。第3，火山闪电。火山闪电是一种由火山作用引发的闪电现象，这种闪电大概只有1米长，持续时间非常短，仅只有几毫秒。2008年智利柴藤火山喷发时，曾出现这种闪电奇观，听起来好像还蛮有意思的。其实这种自然现象非常危险，人类一旦被击中，全身就会燃烧起来，而且火山闪电是放射性的，这也代表着闪电中的电荷也很危险。虽然知道它很危险，但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躲避这种危险的办法。第4，永冻土爆炸。大概在几年前，就有人发现冻土中的漏洞。某段时间内，这些洞非常神秘，当地的居民偶尔会听到爆炸声，可当他们想去找声音来源时，却发现这些声音来自冰上的洞。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分析，他们发现这些永冻土层爆炸其实是甲烷在地上弄出一个洞，洞内的气体一旦被点燃，就会产生爆炸，并在地面留下一个巨坑，威力大的时候还会把人和动物炸飞。洞口附近温度变化较大，爆炸发生的也越来越频繁。这种爆炸也许会对冰冻地区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假如它发生在油田附近，可能就不只是炸飞人这么简单了。第5，火旋风。火旋风其实就是火焰龙卷风，这是一种由于发生火灾，空气的温度和热能梯度满足了一定的条件，火苗最终形成一个垂直的漩涡，像旋风一样冲入天空形成的自然现象。火旋风多半发生在灌木林里，最高的火苗甚至达到了60米，持续的时间只有几分钟。若是风力较强，就能维持更长时间。火旋风会破坏方圆几公里内的房屋和建筑，热空气的扭转甚至可以把火传播得更远，造成几百亿人民币的损失。火旋风这种自然现象是火灾引起的，只要火焰足够大，便会发展成火旋风。龙卷风就已经够恐怖了，还加上可以随时喷火的火球，光想想就已经让人害怕了。你知道史上最恐怖的自然灾害有哪些？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是海上魔鬼。第6，恶魔海。恶魔海又叫龙三角，是一个位于日本近海、北太平洋的海域。这里有个非常邪恶的漩涡，任何仪器到这里都会失灵，因此来这里的很多船只都沉没了，就连飞机也会慢慢偏离了航向。多年来，无数巨轮、船舶和航空机在这片海面上神秘失踪，最终消失在这个魔海里。1980年9月9日，巨轮德拜夏尔号在此失踪。几年后，有2艘船同样在这里遇难。2002年1月，一艘中国货船和船上19名船员在日本长崎港外的海面上消失了。该船上的船员没有求救，救援人员也没找到任何尸体残骸。这个货船凭空消失了，没人知道这艘船失踪前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们被海底的怪物带走了。第7，草泡沫。你看这个草地在滚动，其实只是水被困在草地里。这种现象会发生在水底和地面上，这种泡沫会慢慢变大。在湿地开车的话，就要小心这种草泡沫。草泡沫也会在湖底形成，还会膨胀得非常大，有时候在水面上就能看到它。最后一个，冰海啸。海啸就够让人害怕，由冰构成的海啸会更恐怖。某些冰墙可以形成海啸，
这种海啸可以直接把房屋建筑摧毁，人类也难以躲过这种自然灾害。冰海啸是由强风吹起的冰水引起的，现在环境恶化，全球变暖，很多大冰原都破裂了，这也导致未来冰海啸会频繁发生。最厉害的冰海啸高度达到了9.1米，可以覆盖几公里内的海岸线。遇上这种自然现象，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都无法逃脱。有时候人们不知道这种自然现象十分危险，常常靠近并观看它。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被冰海啸吞噬后不幸去世。假如遇到这种灾难，请一定要冷静应对，不要因为好奇靠近它。人类无法与大自然抗衡，我们能做的只有敬畏自然并保护自然。